天气几乎可以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也是我们跟别人聊天时常常会提到的话题。你有每天关注天气的习惯吗？你知道怎样用中文谈论天气吗？今天这个视频将带你学习与天气有关的词语和句子，相信你一定会用得上。那么，我们现在开始吧。在我们学习不同天气的词汇之前，让我们先学习一些用中文谈论天气的基本句子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天气很好。今天天气很好。今天天气很好。今天天气不错。今天天气不错。今天天气不错。今天天气不好。今天天气不好。今天天气不好。在讨论天气的时候，我们总是离不开讨论温度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中国，我们使用摄氏度而不是华氏度，所以当中国人谈论温度的时候，我们说的一定是摄氏温度。摄氏温度中，0摄氏度相当于32华氏度。在中国北方，我们经常会遇到温度低于0摄氏度的天气。这个时候，怎么样来说这个温度呢？你只需要在这个数字前面加上0下就可以了。0下的意思就是0以下，0下10度，0下10摄氏度是一个比较冷的温度了。在谈论温度的时候，你可以说今天多少度？今天多少度？今天多少度？今天大约0下10度。今天大约0下10度。除了用这种很准确的数字来表示温度，我们还可以用高低来表示。比如，今天0下10度，温度很低。再比如，气温很高。气温就是空气的温度。有些人习惯用温度这个词，有些人习惯用气温，它们是有差别的，可是都可以用在描述天气上。我们还可以用我们的感受来描述温度，比如今天0下10度，有点冷。今天10度，天气很凉爽。今天天气20度，不冷不热，很舒服。今天25度，天气很暖和。今天30度，天气很热。今天天气40度，热死了。在口语当中，我们经常用形容词加死了这个结构来强调这个形容词，表示非常极其怎么样。比如我刚刚说的句子，今天热死了，表示今天非常热。再比如，我要饿死了，说明我非常饿，非常想吃东西。显然，在这些句子当中，死了并不是指真的死亡，而是用来加强这个形容词的。好了，下面我们来聊聊
怎么具体的描述实际的天气情况。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是四季分明的，我们有春天、夏天、秋天和冬天。不论在哪个季节，晴天都是最常见的。晴这个汉字左边是日字旁，也就是太阳，表示这个字跟太阳有关。晴天就是阳光很好，天空中没有云或者云很少的天气。晴天适合户外活动，要记得戴上太阳镜，抹上防晒霜，防止晒伤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天气很好，是晴天，我们去海边玩吧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天气很好，是晴天，我们去海边玩吧。第二种天气是多云，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，多云就是天空中有很多的云，不过这些云没有完全遮住阳光，天空还是明亮的。那么如果天空全都被云给遮住了呢？这种天气就叫做阴天。一般情况下，阴天天气又冷又湿，还没有阳光，会让人感觉很压抑，心情也会变差。所以在中文当中，阴是一个比较消极的字眼。中国的春天经常刮风，那我们就来说一说风吧。当你想描述风的时候，你可以简单的用大小来描述，大风、小风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特殊的表达，比如微风。微就是很小的意思，所以微风表示很小的风。狂风，狂就是疯狂，狂风就是很大的风，就像疯了一样。如果你想描述风是从哪一个方向来的，那你可以直接在风的前面加上那个方向就可以了。举个例子，如果这个风是从东边吹过来的，那这个风就叫做东风。如果这个风是从西边吹过来的，那么这个风就应该叫做西风。如果风特别大的话，地面上的沙尘和土壤会被吹起来。如果当地比较干燥的话，比如在沙漠地区，就会引起沙尘暴。还有一些极端的风，比如龙卷风、台风。在中国，台风是常见的极端天气，每年都会造成严重的灾害，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严重的损失。明天天气怎么样？天气预报说明天有台风。明天天气怎么样？天气预报说会刮台风。大家注意，这里面有一个词天气预报。天气预报就是预报天气的电视节目或者广播节目。动词刮和风是固定搭配，刮风、刮大风、刮台风，就是风吹这个动作叫做刮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夏天。中国有句话是6月的天，孩子的脸说变就变，意思就是6月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一样，变化很多，很快。夏天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雨很多。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雨。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雨，这是小雨，这是中雨，这是大雨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毛毛雨。毛毛雨是一种很细小，雨点落下来的时候，就像细小的毛落在身上一样。还有一种雨，太阳雨，就是在晴天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
短暂的小雨，也就是说，在有太阳的同时还下雨，太阳雨。阵雨是指时间很短、范围很小的雨，通常只持续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。暴雨，暴雨是指在短时间内下了很大的雨，可能会引起洪水、山体滑坡、泥石流等自然灾害。还有一种雨叫做雷雨，是指在下雨的同时还有闪电和雷声的天气。雷阵雨，光从这个名字上，大家就可以看出来，雷阵雨是指有雷声的阵雨。雷阵雨，雨是一个名词，如果你想用动词的话，可以在雨字前面加一个下，下雨，表示雨下落这个动作。下雨，外面下雨了，你出门记得穿上雨衣和雨靴。外边下雨了，你出门记得穿上雨衣和雨靴。如果长时间不下雨，天气会变得太干燥，引起旱灾。可是如果下了太多的雨，又会引起涝灾。我们都希望下雨的时间及时，下雨的量也非常合适。这就是有一个中国的成语叫做风调雨顺。我们都希望风调雨顺。夏天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天气，就是冰雹。说来很奇怪，夏天的温度很高，可是会有冰雹。有的冰雹像豆子一样大，可是有的冰雹会像鸡蛋一样大。像这种鸡蛋大小的冰雹从天上砸下来的时候，破坏力是非常强的。如果你起床起得早，你会见过植物叶子上的小水珠，在中文当中，这个叫做露。如果你在秋末或者冬天去过中国，你可能会遇到过雾霾天气。雾霾是由两个字组成的，雾和霾。雾的形成是由许多小水滴或者小冰晶悬浮在空气中，会使空气变得模糊。而霾是空气中悬浮着大量的细小颗粒，比如尘土、烟雾等等。有霾的时候，天空灰暗，能见度低下。而雾霾这个词是雾和霾同时存在，是雾和霾混合在一起形成的。中国的雾霾已经成了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。如果你想去中国旅游，我建议还是春天和夏天去比较好。当温度再低一点，就到了冬天了。提到冬天，就不能少了雪。这是小雪，这是中雪，这是大雪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雨夹雪。雨夹雪是指在下雪的同时还下雨，雨和雪同时落下来，这样的天气。暴雪是指短时间内下了很大的雪，能够形成很厚的雪层，对交通生活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。大家看这张图片，这里的雪下得很大，雪花就像鹅毛一样，所以我们称这样的雪鹅毛大雪，是不是很形象呢？我刚刚提到雪花，这是雪花，因为它像花一样，你可以说一朵雪花，但是更常用的是一片雪花，因为雪花又扁又平，所以常常用量词片。关于中国人最常用的量词，我在这个视频里提到过，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。在中国北方地区，雪天是一个常见的天气现象，而对于南方人来说，雪天就很少见了。雪融化之后会变成水，如果气温很低的话，还会结冰，所以雪天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在冬天的早晨，还可能会看到霜，
霜和雪花一样，都是很漂亮的。上面说到的几种天气现象中，有很多是带雨字头的，比如雷、雪、雾、霾、露、霜，这些都含有雨字头。含有雨字头的字，通常都是跟水有关的天气现象。其实我的名字丽云的云也是跟水有关的一种天气现象。它的繁体是这样的，也含有雨字头，简体字当中上面的雨字头被省掉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课程的所有内容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，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支持吧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周5在这个频道不见不散啦！